本期继续中档手机的对比，一加 13T 对比 OPPO Reno 14。上期我们看了这台没有超广角的一加 13T 的表现了，但是在价格相近的情况下，有的手机它也有超广角，也有看起来不错的长焦，比如说 Reno 14。但是它跟 13T 比起来，它失去了什么呢？它的影像会更强吗？本期的看点如下，推荐大家仔细去看。作为聊影像的节目，一直鼓励大家能参与到摄影中来。现在很多朋友都把自己拍摄的照片上传到了视频回复当中，非常感谢这些朋友啊，是你们真正的带着大家能参与到摄影中来。更要感谢那些能为我们节目点赞和加关注的朋友，尤其是加关注，这点呢对您来说非常的简单，但是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下面的摄影环节，就看看本期有哪些网友的摄影作品入选了吧。器材虽然分好坏，但是摄影不论器材，能成像的设备都能参与到摄影中来。欢迎收看 ZPH， 别忘了点赞和加关注支持我们啊！那下面就来看看这两台手机的表现吧。一加的后摄两颗镜头，主摄跟2倍的中焦 ，Reno 后摄是主摄、超广角和3.5倍的长焦镜头。虽然说 Reno 这边镜头更多啊，但是它的处理器性能是没有一加这边强劲的。一加的拍摄界面呢，就是主摄和2倍的中焦，4倍呢就是2倍中焦的数码变焦，而且它最远的数码变焦呢就是到20倍。Reno 的拍摄界面 0.6 倍是超广角，1倍主摄，2倍是主摄的数码变焦，3.5倍呢就是光学的长焦，7倍是3.5倍的数码变焦。它的最远的数码变焦呢是120倍。两台手机的系统都升级到了最新正式版。那下面就正式开始对比两台手机的表现了。我们还是先从主摄开始聊。硬件参数都列这儿了。Reno 这边虽然说它的后摄配置比一加要全，但是前面也说了，它的处理器性能呢是没有一加的好，而且它主摄的感光器尺寸也是比一加小的。先看第一个场景的对比，测试方式就是手机的默认设置拿起来就拍，两边在成像风格方面呢略有区别。你们更喜欢哪边的色彩风格呢？那么在最关键的解析力上啊，你还别说，从观感上来说 ，Reno 这边的表现比一加要强一点。再看一组对比，颜色风格的差别还是有的啊。最明显的区别呢，就是在绿色的处理上啊。当然了，它们的视角也稍微有一些区别的 ，Reno 的视角呢稍微窄一点点。那么在解析力上呢，仔细看的话，还是 Reno 稍微强那么一点点。那是不是因为它的视角更窄带来的优势呢？两台主摄都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那么在解析力方面呢，其实在光学分辨率上它们差不多啊，但是在数码处理痕迹上来说，还是 Reno 这边看着更顺眼一些。但是它们跟自家的旗舰比肯定都是比不了的。你们想看看它们跟旗舰之间的差距吗？镜组的光学质量，也就是变焦画质把控方面呢，右上角呢两边看着差不多，要是看左上角呢 ，Reno 稍微强一点点吧，强的也有限啊。那再说超广角镜头，参数都列这儿了。一加这边呢是没有超广角的 ，Reno 那边是有一颗800万像素的超广角镜头的。有没有超广角最大的区别呢？当然就是视角的差别了。现在看到的就是一加的主摄跟 Reno 超广角在视角上的区别还是很大的。还是用上期的这些照片举例，
这些照片呢都是来自网友的投稿，也都出现在我们节目开头的摄影环节里边。那么这些照片呢就是用超广角镜头拍的，如果没有超广角镜头呢，这些照片就拍不出来了。当然了，你可以不用超广角，主摄跟长焦依然可以出片，但是对于摄影器材来说呢，永远是拍得到是第一位的。那如果没有超广角镜头，这些照片当然就拍不到了。那这里再问一下各位啊，你们觉得手机上的超广角镜头重要吗？如果你觉得重要的话打1，觉得可有可无的话打2。再说中长焦镜头，一加是有一个2倍的中焦镜头的，它的焦段呢正好是中焦焦段啊，它还到不了长焦。Reno 是一个3.5倍的长焦镜头啊，听起来3.5倍还不错哈，咱们看它的实际效果怎么样。对比先从2倍开始，一加这边的2倍呢是光学焦段， Reno 的2倍呢是主摄的数码变焦，解析力方面一加更强。一加推荐的第2个长焦焦段呢是4倍， Reno 现在是3.5倍，是光学焦段啊。但是它们的成片放大后，在观感上虽然说是有区别的，但是在解析力上呢并没有拉开什么差距。一加的2倍跟 Reno 的3.5倍都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那么这个时候在拍摄远方时，解析力的差别就比较大了， Reno 的更强。现在是10倍数码变焦的对比，解析力方面Reno 稍微强一点点，但是差距呢没有想的大。现在是20倍数码变焦的对比，老实说在解析力上的差别呢还是比我想的小，当然在数码计算方面啊，一加这边就不行了，屋檐上的花纹呢很多它都猜错了。再说微距拍摄，两台手机都没有专门的微距模式，就是用手机慢慢接近被摄物体后，屏幕上就会提示已经进入微距拍摄模式了，他们都是用数码变焦来拍微距的。一加这边呢最好用2倍镜头来拍摄，这样的话它就能用主摄的数码变焦来拍微距了。 Reno 那边不管你是用主摄还是用2倍去拍微距，它启用的都是超广角的数码变焦啊。从对比图上可以看出来，一加那边是用主摄来拍微距，所以它的景深会更浅一些，焦点部分比较清晰，其他的部分呢就会虚掉啊。只要不在一个等高线上的物体就会被虚掉，因为它的景深比较浅嘛。Reno 那边呢都是用超广角来拍微距的，所以画面中很多部分都可以拍清楚。但是如果只放大焦点部分去看的话呢，我感觉还是一加的微距稍微好一点点。再说前摄，先看前摄自拍的表现，用的就是前摄的默认设置，没有调其他的选项。两边在肤色上呢还是略有区别的，但是我也说不好哪边的更好看啊。那么在肤色方面，你们觉得哪边的效果更好呢？美颜方面，一加这边的美颜相对少一些， Reno 稍微重一些，但 Reno 那边的美颜呢肯定也不算是有多重的啊。两边的效果呢都是偏向自然的。对于我来说啊，我觉得两边的前摄效果都还可以。现在是前摄录像的效果，那么这回呢我还是喜欢 Reno 一些啊，一加那边有些苍白了。两边在解析力、清晰度方面呢倒是差不多啊，防抖做的也都挺好的，就是一加这边的颜色，前摄的颜色呢是没有 Reno 处理的好的。上期一加对比 Redmi 啊，它的前摄的表现也是这样的啊，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再说人像拍摄，用的就是手机人像模式的默认设置。第一个场景下呢，两边的表现我觉得都是不错的。虽然说什么背景的颜色呀、衣服的颜色呀是略有区别的，但是从人物的面部表现上来说呢，两边都可以说做得挺好的，而且都很接近。拍人像嘛，最重要的还是看人。那么换了一个场景，刚才的场景呢是阳光可以直接射在人物脸上的，这个场景呢是在阴影里。虽然说两边人物面部呢还是略有区别，但是他们都属于拍得好的。如果非让我选出一个更好看呢，我觉得一加的这边可能稍微强一点点吧。你们更喜欢哪边的人像效果呢？再说蜘蛛扩张度的对比，由于一加那边没有超广角镜头，那么咱们只对比主摄的表现就可以了。那么这种中低端手机的对比呢，跟原来都是旗舰机的对比是不一样的。我不知道有多少新观众啊，我在这里再重复一下，蜘蛛扩张度看的是在这种大光比的环境下，亮部跟暗部的细节呈现是否充分，亮部要能亮得上去，暗部要能暗得下来。亮部亮去的同时呢，树枝与天空的分界呀、云层啊，这些细节都要保留得比较好。暗部要暗下来的同时呢，也要保留细节，也不能发虚，也不能偏色。那么这两台手机主摄的表现呢都是不错的，别看它们的感光器尺寸都不大，尤其是 Reno 这边，它的感光器尺寸只有1/2英寸，但是效果还是不错的啊。很多场景的暗部，它反而比一加更能沉得下来，而且还能保留细节。再看夜景对比，先看普通城市夜景，有强光有阴影的这些测试场景。
那么这些场景呢，仔细看肯定还是有些区别的，但是他们的水平呢，并没有拉开什么差距。只有到了一些难度比较高的、比较暗的场景下，才能看出区别啊。比如说这个场景 ，Reno 主射的表现更好，但是到了更昏暗的环境，居然也是 Reno 的主射表现更好一些啊。别看它主射的尺寸更小，但是它的表现呢，却更好一些。再看中长焦的夜景对比，先看2倍的表现，亮部细节呈现呢是 Reno 的更好。现在1加是4倍 ，Reno 是3.5倍。这回暗部细节呈现是1加的更好了。现在是10倍数码变焦对比，清晰度、解析力方面是 Reno 的更好。来到昏暗环境，2倍的对比呢两边差不多。1加是4倍 ，Reno 是3.5倍的情况呢 ，Reno 的表现更好一些啊，解析力更强。到了10倍数码变焦对比呢也是如此啊 ，Reno 的效果更好一些。到了极暗环境就要打开夜景模式了，看看厂家弱阳键配合的水平怎么样。第一个场景祖传神术，两边就说谁也甭说谁吧。到了健身器场景，这回1加这边更大的感光器优势就体现出来了，细节呈现方面是比 Reno 强的。不过到了更暗的树林小路场景，这回呢他俩又变成了谁也甭说谁的效果了。那么最暗的场景祖传神术 Pro 对于他们来说呢就比较难了啊，他们跟自家的旗舰机比呢差距还是非常明显的。你们有多少人想看看他们跟自家旗舰的对比呢？视频录制用的就是手机的默认设置，也是最接近社交软件录制的效果。现在是主摄白天走路的表现，没有用架子，没有稳定器。两边最大的区别呢就是颜色的区别，你们更喜欢哪边的效果呢？喜欢1加打1，喜欢 Reno 的打2，他们在清晰度跟防抖方面还都是比较接近的。现在看到的是1加跟 Reno 超广角的对比啊，因为1加那边是没有超广角镜头的，那么视角的差距呢还是比较明显的。还有就是 Reno 这边超广角跟主摄的录像时候的色彩保持的还是很一致的。现在是2倍焦段的对比，但是视角的区别还是有的啊。Reno 那边可能电子裁切的更多一些吧，但是两边的清晰度啊、防抖啊、颜色呀做的都挺好。现在1加是4倍焦段 ，Reno 是3.5倍。1加的4倍呢就是系统推荐的第2个长焦焦段 ，Reno 的3.5倍呢就是光学焦段。那么在解析力方面 ，Reno 的更强啊。1加最远的录像焦段是10倍 ，Reno 最远的录像焦段呢是18倍，都是数码变焦了。那么这个时候的效果呢，要从望远方面来说，那肯定还是 Reno 的更强啊。现在是主摄夜晚录像对比，1加又发挥了底更大的优势了，解析力稍微强一点。现在是2倍焦段对比，让我没有想到的是 Reno 的效果更好啊。1加那边虽然说是有2倍镜头的，但是在这个场景下它是用主摄数码变焦拍的，而 Reno 呢肯定是用主摄数码变焦拍的，而且 Reno 主摄的感光器底是更小的，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它的效果看起来更好。现在都是4倍的对比，防抖方面跟白天比，它们的下降都是很明显的，但是整体的效果依旧是 Reno 的更好。那么看来 Reno 呢是3.5倍镜头拍的，那至于1加那边是哪颗镜头拍的呢？我根本就不在乎，我这儿只看结果。现在是10倍焦段的对比，没有悬念，还是 Reno 的表现更好一点。好了，到了最后一个环节了。那么两台手机在处理器性能方面的差距呢？我相信很多观众比我们都清楚啊，因为我们只是聊影像的节目。我们做这期选题呢，也是为了从一个侧面展现出现在中低端手机在影像方面的策略以及它们的不同。那么看完这期呢，希望在选择方面为各位提供了帮助。那到了结尾最后一个环节呢，大家可以说一下你们对这两台手机工业设计的看法，就是你们更喜欢哪台手机的样子。毕竟它们俩大小不一样，后摄的造型呢也稍微有些区别啊，主要是大小方面。你们更喜欢哪台手机呢？喜欢1加打1，喜欢 Reno 的打2。OK， 到结尾了，看完前面内容，希望在选择方面为您提供了帮助，也希望您能喜欢我们的节目，别忘了点赞和加关注支持我们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